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LPL 今年的转会期已经诞生了几支强队，核心悬念基本都已经揭晓。这一点与往年倒是不太一样。当大量战队阵容配置基本确定后，观众们对转会期后续进程也已经是意兴阑珊了。但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得不说一下 EDG 这支队伍，今年转会期几乎要宣告失败了。给大家提前科普一下 EDG 转会期的背景故事。早在世界赛还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韩网就有爆料称 LPL 有队伍将会重磅引入顶级选手，而且给出的待遇非常夸张，几乎是业内顶级水准了。当时观众猜测是 EDG、WBG 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后续 EDG 前青训经理老岳表示 ，EDG 转会期要砸钱引入韩援了，并且给出了2套阵容，第一套是中单 Showmaker 下路 Viper， 第二套是 Showmaker 和 Team。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断的表示 EDG 有想要引入 Kobe 和左手的想法。总之 ，EDG 想要引入的顶级选手还真不少。结果转会期刚一开始 ，LCK 那边 Zika、Viper 几乎是光速续约成功，然后三星那边官宣4人离队，包括 Kobe， 观众都以为机会来了。结果三星后续成功引入 Canyon 与 Kobe 组合 ，DK 失去 Canyon 之后 ，Showmaker 成为韩国战狼，继续坚守在 DK。国内这边转会期一直没有 EDG 消息 ，Knight 签约了 ，Cream 签约了。至此，中韩所有顶级中单都有了下家，没有消息的 EDG。新赛季的阵容可能与今年春季赛一样，但需要注意的是 ，EDG 的朱开释走了，据爆料称茂凯好像也要走。那么 EDG 新赛季的教练是谁呢？没错，根据爆料显示 ，EDG 明年主教练将会是厂长。OBGG 最新更新了 EDG 的阵容名单，教练位置上就是厂长。大家都知道厂长执教水平不行 ，EDG 肯定也知道，但 EDG 目的很明确，就是开摆，但又不完全摆。可以预见的是，明年厂长大概率要坐上背锅位。之前厂长执教的赛季 ，EDG 都没有好成绩，新赛季的 EDG 粉丝可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个人认为，如果 OZ 不坚决地选择放弃继续打职业，照 EDG 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的剧本就是留 OZ， 然后厂长一回归，狠狠吃一波情怀流量，成绩好皆大欢喜，成绩不好，猪狗负责挡舆论攻击。说实话，今年 EDG 引入 OZ 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因为放弃 Leaf 的情况下 ，EDG 没有更好的选择，引入 OZ 流量肯定赚得盆满钵满，然后还能期待一手 OZ。要是状态足够好，进入世界赛就完美了。另外，有一条关于 Karsa 选手去向的爆料，根据菲律宾媒体人 Youngblood 的爆料 ，CFO 将签下 Karsa、Gory 和 Waco， 而 PSG 上周也续约，下路变成小 C 和 Betty。稍早前 ，CFO 官宣打野 Gemini 离队，更早前2位辅助也宣布了离队。Karsa 选手也是非常不容易，连续2年拖着队伍走。而到了赛季末期，却是连被雪藏。大家都知道 ，Karsa 对于 S 赛冠军的渴望，可天总是不遂人愿。希望明年 Karsa 能够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吧。转会期正式开始后 ，LCK 那边各大战队光速官宣，而三星这边因为各种原因，等到转会期的第2周才正式公布了自己新赛季的阵容。虽然晚了一点，但是阵容强度依然不俗。一起来看看明年三星的阵容怎么样吧。另外， LCK 这边，首先是三星官宣了新赛季的教练组，分别是金珠教练 Malta 和 Helper。其中，金教练是之前 S8 赛季 IG 夺冠的冠军教练，后面去了 T1、DWG， 也在 BLG 执教过，还和 DRX 打过官司。不管是职业荣誉还是场外话题度都非常高，被称为宫斗大王。Malta 大家也很熟悉了，上一次执教应该是在 RNG。现在回到 LCK。Helper 之前就是三星的助教，后面执教过苏宁，现在又回到了三星。队员阵容的话，三星也专门制作了视频来官宣，分别是上单 TM、打野 Canyon、中单 Kobe、下路 Peace 加 Lehans， 和之前的爆料阵容完全一致。上单由 Doran 变成 TM 绝对是大增强，虽然 TM 在世界赛中没有展现出特别强的统治力，但是他的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在 LCK 的表现还是很好。而 Doran 则是世界赛很容易掉链子，所以期待 Team 加入后
三星可以有更多的战术以及更好的世界赛发挥吧。而打野位置 Canyon 加入三星，对于三星来说绝对是补强。之前打野 Peanut 其实联赛发挥不错，但是大赛总是打不出来，上限不够。而 Canyon 的上限是非常高的，他也是目前公认的 carry 能力非常强的打野。加入三星之后，相信和 Covey 的中野配合会更加流畅，这对中野组合应该会成为 LCK 前2名的中野。双 C 没有变动 ，Covey 还是选择和三星续约，也可以理解。毕竟三星这次转会期还是尝试了一些变动，上野都在账面实力上补强了不少。Covey 续约应该是希望明年再冲1年。不过 Covey 世界赛的发挥还是一个大问题，他何时能在世界赛上证明自己，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吧。辅助这边由 Delight 换成 Lehens， 这个不好说是补强还是削弱。Delight 实力也很强，但是 Lehens 有很多黑科技英雄可以拿出来，所以关键还是看下路的配合以及野辅的搭档了。Lehens 再次回归三星，重回老东家也算是意料之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对于选手的去向有什么看法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